木心，你可知俗语“瑞雪兆丰年”？我们那边都说，冬有300是丰年。宫内一片祥和之气，不知那会后在清凉殿怎么样？那清凉殿并非冷宫，只是伺候的人少了点，用度减了一些，倒也没大委屈的。他回咸阳不少日子了，我也该去看看他了。是。太后来了，你怎敢不起身跪拜？我从未听说太后为何物，天下都知我是先惠文王原配之后，你口中的太后，只不过是我的陪嫁应女。即便嬴稷继位称王，她仍旧是个应女。我是大秦唯一的惠后，只有我才是母后。痴心妄想，怎会没人告诉你？因为失德，你已经被废掉了尊位。大胆！想要废我尊位，也得等我到地下由先王来废，由不得你们。没关系，他不用归我。即便废掉尊位，她仍是我的姐姐。你们先出去吧，在门外等我。是。是。如今，你当上惠后了？不，惠后仍然是你。你不敢与我争。我早就告诉过你，我不想与你相争，只是你不肯信罢了。争不争，你都赢了，说这些有何用？姐姐，你会放屁吗？你说什么？放屁！你看我。我放一个。我可以放个连环屁。我是嫡公主，你见了我，应该行大礼。向你行礼，你也该向我行礼了。为何？来而不往，非礼也。姐姐还没有忘记，忘记什么？忘记我们的当初。
那时候太小，什么都不懂。可是我们很快乐。那又如何？小孩子终究会长大，长大了，懂了，才知道人生无常，人心会变。假若能回到过去，姐姐是否愿意？你我都已回不去了。不曾试过，怎知不行？是什么？怎么是？难道你能让时光倒流？能让先王与我情谊如初？能让荡儿起死回生？能把江山社稷重交于我手中？假若没有那么多的纷争，你我能回去吗？不可能，你我一开始就错了。我是嫡公主，生来就该做王后、母后，而你是庶出，只能给人做应女。所以，不是回不去，是姐姐不愿意回去。你以为你的儿子当了王，你的身份就变了吗？能与我平起平坐？当年我与先王成亲，就是在这清凉殿里度过了我的新婚之夜。先王对我温柔多情，而你们几个应女就坐在那边的地上，夜夜服侍。再过多少年，多少代，哪怕这清凉殿倒塌了，大秦后宫也会记得我芈姝，记得我这个惠后。没有人会知道你这个八字的。万一事与愿违，姐姐说的都是错的。那我也要将错就错，一错到底。我的人生告诉我，成则为王，败则为寇。如今我无夫无子，孤家寡人。你若真想成全我，就杀了我吧。我不会杀你的。你不杀我，难道你还要把我留下来，百般折磨我，让我生不如死吗？姐姐，你又错了。大秦只杀强敌和对手，如今姐姐孑然一身，手无缚鸡之力，我杀你作何？既然你已不是对手，我折磨你又有何趣？你虽名为有，但你仍是我的姐姐，我会永远记得你曾对我的情分，保你衣食无忧，在清凉殿安度余生。不，你是不敢杀我。我是嫡，你是应，你不敢杀你的主子。你希冀你永远为主，我永远为奴，
你高高在上，我沦落尘埃。可如今世道变了，我与你之间的一切到此已经全都结束了。听到没有？好像是我们的楚月。大王大婚的日子快到了，洞房就安置在长乐殿。这阵子，乐师们正在演练楚乐。可不是，听说明日楚国送亲的车马就该进咸阳城了。你们把楚国公主的画像给继儿送去，她可中意？大王只看了一眼，就红着脸走开了。大王已经成人了，知道害臊了，在我们面前啊，不像过去有什么说什么。你问他，他反而更拘着自己。楚国公主端庄持重，听说她娘亲是楚宫的赵美人，人生的漂亮，招来男后郑袖的妒忌。母女在宫中吃过不少苦，是个可怜的孩子。吃过苦的人知道好歹，一定和咱们大王贴心。太后，雍大人来了，请雍大人进来。是。太后，坐。谢太后。雍大人，请用茶。谢太后。太后可知道，楚国送亲的车马就要到咸阳了？驿馆那边可安排妥当？已经安排妥当。此外，楚国质子也随送亲的车马一起来了。这么说，他们真把太子恒送来了？是，与太子恒一同前来的还有楚国使臣。虽说这是两桩事，但可做一桩事办，就都安排在驿馆里吧。我是做过质子的人，知道质子的苦楚，不要怠慢了他们。是。太后可想知道，陪太子恒一同前来的楚国使臣是谁吗？谁？太后的一位故人，黄公子，黄歇。拿下去吧。太后只吃了这么一点点，是不是身子不舒服？要不然奴婢让太医来请个脉吧。不必了。昨日楚国质子到了咸阳，不知他们是否呈上国书？奴婢这就让人去打听。要不奴婢去驿馆看看？看看。月儿，哎，你这是怎么了？你不是应该在操练兵马吗？我突然想你了，就回来看看你。是出什么事了？没出事啊。啊，没事就好。月儿，我想让你陪我出城散散心。我出宫都不易，哪能说走就走？跟你去城外散心。这些年我们一直分多聚少，草原的女人那可都是跟着男人走的。别说傻话，我哪能丢下朝政跟你走？你做什么？还没一点动静。胡闹！我们草原的老人可说了，女人只有怀上孩子，那心才会被真正的拴住。你真会给我添乱！
我虽没怀上孩子，但我的心早就被拴住了。那好，那我们此刻就怀孩子去。来，哎，别闹，我有正事要告诉你。哎呀，什么事儿啊？楚国公主来了，过几日就要给继儿大婚了。我不去。为什么？你儿子嬴稷他不喜欢我，我何必要去自讨没趣啊？楚国还来了别人。爱来谁来谁，有你就够了。你真好看，你比画像里还好看。你怎么不说话呀？啊，对了，王后，你是叫米瑶对吧？那从今日开始我就叫你瑶儿吧。你别害怕，我就是想问你几句话。是。你父王对你好吗？那你嫁到这么远来，你想家吗？想是想，不过太后，我的姑母不是也是这样嫁过来的吗？如此一想，便好些了。你有话对我说吗？太后她好相处吗？我母后？你放心吧，我母后她不会难为你的。那你呢？我就更不会难为你了。大王，你爱吃什么膳食啊？我爱吃你怎么突然问起这个？你爱吃什么？我给你做。你会厨艺啊？以前母亲病着，想吃家乡的菜，膳房又叫不动，我就自己动手做。我知道你不是嫡出，可是你母亲怎么会受那样的屈辱啊？南后郑袖不喜欢我母亲。原来你也是受过委屈的人。我不怕受委屈，只要我母亲高兴。你这手是怎么伤的呀？儿时不小心被木刺扎中，又不敢叫太医，所以就……你放心吧，瑶儿，从今往后，我不会让你受任何委屈的。太后，楚国质子和使臣到了。宣他们进来。是。楚太子恒拜见秦国太后。楚臣黄歇拜见太后。太子不必多礼，你们起来吧。你今到秦国为质，你我虽有亲义，但也只能先述国事。
望你在秦国多走走看看，通晓秦国国情，广交朋友，安分度日，不要出了什么差池，免得坏了两国情谊。多谢太后提点，恒当恭谨自处，安分守己。这样就好。子歇，许久不见，别来无恙。多谢太后牵挂。木心，小的在。大王要召见楚太子，你带太子恒去承明殿吧。是。如此，恒先告退了。皇歇告辞。子歇暂且留下，我还有一些事情要问子歇。子歇，坐。你过来，坐到这边来。其他人都退下。你再略许往前些。你若不过来，我看不清你。月儿闭着眼睛，都会看清我的模样。这几年，我自己都快看不清自己了。不会的，我不相信。月儿心里明镜一般。告诉我，你可好？好。你好，就再好不过了。月儿哭不得，你已经是太后了。太后哭不得，但月儿尚可哭。见到你，我太高兴了。月儿，你还记得那年我们在桃园里，你拿软鞭打果子？你告诉我，说我看起来实在不像个公主。像公主的人，又没你能干。白马玉鞭，金佩银鞍，还是你教会我打软鞭的。我那把人人羡慕的软鞭，却是你送给我的。我曾深恨在楚宫里的那段日子，只觉得度日如年，一心想要逃离。可如今想起来，楚宫虽苦，但与你在一起的时光，却是我这一生中最快乐无忧的日子。于我而言，更是如此。我在那里认识了一个世间最好的女子，可惜眼下桃子已经收获了，只剩下桃林。年年岁岁，桃花相似。
岁岁年年，人已不同。月儿，你这些年在秦国的遭际，我都知道了。义渠君对你有大恩，的确如此。我与他生死相依，性命相许。我既感激他，又羡慕他。子歇，感激他能够真心的对你，护着你；羡慕他能够为你做这一切，而我却不能。不必说了，我这一世没有人会比你更懂。于我而言，也是一样。既然你这次来了，就不要走了。我是楚臣，我是陪楚国之子来的。楚臣又如何？你比我更知晓楚国。如今楚国是一潭死水，屈原被逐出郢都，老朝阳专横昏聩，郑袖和晋上一手遮天，太子恒的地位岌岌可危。你就算回到楚国，也无所作为，不如留下来，你来做我的右相。月儿，我若想留在秦国为官，何必要等到今日呢？那好，那就连太子恒也一起留下。楚王昏聩，郑袖一心想除掉太子恒，让自己的儿子夺楚。你们就算回到楚国，也未必能让子恒保住太子之位。重耳在外而存，或许有朝一日，我可以支持他，让他成为楚王。你既然如此不看好楚国，为何还要与楚国联姻呢？当这个太后屡屡筋疲力尽，无计可施，权衡眼下实力，只有秦楚联盟，才可以共同对抗赵、韩、魏、齐四国。子歇，你最懂我，算我求你，留下来帮我。月儿，我虽不能在秦国朝廷为官，可我若留在秦国一日，我就帮你一日。只是有一日我若不在了，也就帮不了你了。我不会让你走的，我倾其所有，也不会让你走的。你如今有的是大秦的天下，你对我不该倾其所有。你值得。太后和黄公子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，这就叫做阴错阳差。义渠君也是个好人，只是……站开！开始好，这地儿不错啊！滚出去！走开！滚！坐下。大王，坐，走快滚！
白吃白喝白拿，每次来了还砸东西，只求他们不杀人就好啊！点睛，拿酒来！快点，快！哎，酒来了，酒来了！这边，大王喝酒。大王，叫他们换大碗。点睛，拿大碗上酒。快，来了，来！这，大王，这肉没有我们草原上的香啊！就是啊，我们的牛羊是现宰现吃，哪像这里吝啬小气？宰好了还要挂起来晒，吃一块搁一块，晒了好几天的肉，早都没肉味了。有酒有肉，还堵不住你们的嘴啊！大王，兄弟们是想家了。这咸阳城好是好，但跟咱们草原比起来，那太憋屈了。不但事事都要受人家的管束，就连平日的酒肉也都不合兄弟们的口味，嘴里淡出个鸟来了。你们那是闲的，就想着白吃白喝的时候了。告诉你们啊，等打起仗了，看你们叫唤什么啊！大王，这何人能打仗啊？兄弟们呐，这手都痒痒着呢。快了啊！太后说，谁跟谁打，他就谋划着他。啊，那一定是跟楚国联手一起打吧？这怪不得连楚国的黄公子都来了。哪个黄公子？还能有哪个？就是那会儿在燕国跟大王一起救太后的那个黄公子黄歇啊！你忘了，我当时还想抢大王的女人呢。他呀，啊，昨日我在街头还撞见他了。他说是出使秦国送楚国的质子来的咸阳，还要在这住上一阵子。要我说呀，大王，那小子对太后就没安好心。这依我看呐，太后，你今日怎么回来这么晚？太后今日容颜照人啊！啊！香儿，你去给义渠君倒杯热茶。是。今日太后穿的是哪件第一啊？绣有青鸟的那件。为何没有穿那件绣朱雀的？没有为何，只是信手拈来。这青鸟乃楚国神鸟啊！见楚国质子，自然要穿绣有青鸟的第一啊！太后今日梳的发髻也不一样。祥儿慧儿，这也是楚宫里的样式吗？太后今日的梳妆只是觉得好看便这样梳了，并没有着意梳楚妆。哦，还是楚妆好看。记得义渠君过去从未在意过我的衣饰妆容。在意啊，只是以前觉得你穿什么样样都好看，都顺眼。不过今日才知道，这衣饰里面还有那么多学问。你今日喝酒，竟把你的眼光都喝挑剔了。以后这酒还是少喝些吧。香儿、慧儿，扶义渠君进去歇息了。是。这酒啊是要喝的，哼，我不喝，怎么知道太后的母国来人了呢？啊！大王，这是昨日刚刚从咸阳城送过来的，尝尝是否合意？尚可。据说呀，这酒是咸阳城里最好的酒，但兄弟们觉得还是没咱草原上的马奶子酒香。那是当然。
草原上，天高云阔，八荒六合，撒开马缰绳，哪儿都可以去。这酒里是有风有雨，有滋有味儿。可秦人，哼，一直生活在城里，围墙连着围墙，一重重的门，一重重的规矩，怎么可能酿出好酒？对，那是。大王，现在虽然说我们已经搬到城外了，可这营地啊仍有故障，仍是不痛快，像个羊圈一样把我们圈在里头。我们义渠人是草原上的骏马，不是羊群。你们不喜欢，我也不喜欢。可大秦给了咱们义渠人好处，让我们部落里的妻儿老小衣食无忧啊！兄弟们，就算是为了我们草原上的百姓，做些忍让吧。大王，我听说把我们迁到城外的主意不是太后想出来的，是那来自楚国的黄公子想出来的。不可能！大王，虽是道听途说，但像个黄公子的心术。人呐，过来人！不知义旗军大驾光临，小的有失远迎。楚国的黄公子，黄先在哪儿？黄公子可是我们这里的贵人呐，宫里常常都有车马迎送，不是太后要向他咨询国政，就是大王要向他请教学问，让我们这些小医馆蓬荜生辉呀。我问你，人去哪儿了？今日黄公子是被雍大人接走的。什么时候回来？不知何时回来。好，你去备些酒菜，我就在此处等着他回来。罪过罪过，让义渠君久等了。黄公子是贵人呐，见你一面，自然不易。哎呀，义渠君笑话，你才是秦国的贵人。燕国一别4年，你依旧神采奕奕。既然公子回来了，你我先喝一杯。好，正好我也渴了。干！黄公子，草原上的人喝了酒，有话就不藏着掖着。我有一事不明，义渠君请讲。男子汉大丈夫，当断则断。当日在燕国，我走得义无反顾，那是因为月公主决意要跟你走。可如今，她已成为我的女人，你为何又追到秦国？义渠君此话有误，我是楚国臣子，质子陪同，此次是奉楚王之命来秦国陪太子恒的。你我心知肚明，既然是楚王让你来的，那就告诉他，让他换个人，你可以回楚国了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我不喜欢你。啊，你不喜欢我？莫非你是疑心我与太后有私情？难道不是吗？月儿做事一向光明磊落，你若真的是倾心于月儿，就不该如此心胸狭窄。月儿，月儿也是你叫的？抱歉，自小我就这么叫的。眼里不揉沙子，你给我立刻离开秦国。这里是咸阳，谁去谁留，不是你说了算。不是我说了算，那谁说了算？自然是我。太后，大王，黄公子免礼。我与大王今日午后去你营地犒劳将士，你却不在。他们说你来驿馆看望故人了。
你又是什么时候来的？我来了半日了，跟黄公子小酌几杯。义渠君贪杯，率性而为，子歇不要介意。不妨。我与义渠君还有事要商议，就不多留了。走吧。还愣着干什么？还不走！出去。是。你想说什么就说吧。你为何不让那黄歇走？子歇是楚国使臣，该走的时候他自然会走。你若让他走，他会立刻就走。是，可我不想让他走。说真话了吧？你当然不想让他走。你跟黄歇之间有情有义，你哪里割舍得下他呀？你与他之间有说不尽的情话，才会日日召他进宫。你若如此想，随你。你舍不下他，你却舍得下我，因为我翟离是你芈月召之即来，挥之即去之人。我芈月何曾怠慢过你？你义渠君又哪会甘心受人驱使？你是太后啊！当日你需要打天下的时候，你自然把老子放在前面。如今呢？我们一群人替你打下天下了，可你的眼中却只有那些耍嘴皮子的人了。你说我翻脸无情，过河拆桥，在我们草原，这叫卸磨杀驴。你无理取闹。哼，你是觉得心虚，你是觉得对不起我吧？你到底想怎样？我想怎样？自打我出了娘胎，我想怎样就怎样。大秦天下，哪怕是大王，也不能想怎样就怎样。你管得了大秦，管不了我翟离。如今你是大秦臣子，万事要有规矩。臣子？我不是你男人吗？好，我不做了。不做什么？臣子还是男人？老子什么都不做了。义渠君，翟离，回来！你太后，有事吗？义渠君走了。他去哪儿了？一早有人来禀报，说他带着几个心腹之人离开营地，回老营了。他果真说得出，做得出。太后，按照您和大王的旨意，我和雍瑞等人草拟了在大秦境内逐渐废分封、推行县郡制的政令，由朝廷任命郡守。每年秋冬，县令、郡守都要向朝廷申报当年的治状，并各对其下属进行考核。有功者可授奖升迁，有过者贬制免官。如此甚好，既可让朝廷旨意顺利上传下达，约束了旧族的权势，又能重用贤能之士，淘汰无能无用之官。楚离子辛苦了。为大秦江山，自当如此。自大王登基，百废待兴。近日我想出门一趟，看看咸阳城之外的情形。宫中之事，就暂时拜托出离子和雍大人料理。不知太后要到何处寻幸？义渠草原，义渠国归降大秦最晚，推行县郡制最迟，想必挚爱重重。
我想亲自前往，也算是安抚地方官员百姓。一路上鞍马劳顿，还真有些渴了。上马奶酒。义渠君过去总念叨，说草原上的马奶子酒好。朕过去尝过，觉得不过如此。今日尝了，才发现，果然别有一番滋味。能得太后的夸奖，真不容易啊！哼，这太后口味这么挑剔，而且时时都能变。义渠君的话有趣。你们都下去吧，我有话与义渠君说。是。虎威将军，我没事了，下去吧。你来我草原干什么？这是我大秦的草原，为何我来不得？你在咸阳做你的太后啊，我在我草原做我的义渠君，咱们江水不犯河水。那不行。为什么不行？你是我大秦受封的臣子，受我大秦管辖，何况你还欠了债。我是来向你讨债的。胡说！我欠债？我自归降于秦国，我从来就没欠过债。我义渠次次那都是按时足量上交朝贡的。你想赖？你欠我的情债呢？明明是你心里装着别人。哎，你说我欠你，你欠我还差不多。哎，真是个不明事理的野马驹。我这里已经装得满满的，哪还装得下别人？装得满满的？哼，你装的什么满满的？一个小小的孩儿。小孩儿？哪来的小孩儿？自然是你给我的。啊？我有身孕了。千里迢迢来寻孩儿的父亲，哎，这孩儿真是可怜。你是说，你怀了我们的孩子？是我的？除了你，还能是谁的？太好了，我有孩儿了！我有孩儿了，我义渠有继承人了。一个要做父亲的人，动不动就野马无缰，疯疯癫癫，说走就走，将妻儿弃之不顾。都是翟离的错，都是翟离的错。按大秦律法，该如何罚你？这总不至于砍头吧？啊？总不能让孩儿一出生就没了父亲，是不是？哎，不对啊。那照这么说，哎，他黄歇也该罚呀？为什么？切，他竟敢胆大包天叫你月儿，月儿是他能叫的吗？你放心，我与他虽有情谊，
但清白如水。而且我与他之间的情谊，并不是你想的那样。并不是我想的那样，男女之情不是这样，那还能是那样？你不明白。如何才能叫你放心？你若真想让我放心，那就跟我做一件事。你说。让长生天见证你我结为夫妻。我愿意。你愿意？你真的愿意？我愿意。怎么样？怎么样？啊？可惜呀，老吴死了。他要是能活着看到这一幕啊，还不知道会哭成什么样。老吴为何不看好我们的姻缘？他呀，老糊涂了。咱们这明明是桩喜事，他非说是祸事，你说是不是老糊涂了？啊？他真的是这么说的。别听他的。大王，喝口水吧。放下吧。
幕后从义渠草原回来了。果然知道，已经回来好几日了。大王是否听说了什么？什么？你说话呀！母后。母后怎么了？母后怀孕了。你说什么？怀孕？是。是不是那一群人的？说话呀！说话呀！是不是那一群人的？是。岂有此理！岂有此理！果然这就去找母后。大王，去不得！大王，你让开！大王去不得！听说几年前母后就因为误伤义渠郡的事罚过大王。那又怎么样？果然总不能眼睁睁看着母后她跟那个戎地男人生下孩子吧？让开！大王去不得！大王，这种事大王您不能出面。再怎么说她也是您的娘亲母后啊，父为子隐，子为父隐，职在其中。您跟我说过，母后的一生不易，你若是为她着想，就暂且忍一忍，切莫伤了母子之情啊。可这问题是大秦江山的社稷，我不出面，照样会有人出面。我一个人挡不住众口铄金、朝堂废议，那就让别人出面。如何让别人出面？大王，您是一国之君，下有文武百官，他们得知此事，一定会挺身而出，为您分忧的。大王，您还是装聋作哑的好。怀孕，千真万确。听说2月前太医令李密就诊断出来了，只是一直瞒着宫内外朝臣。这个该死的义渠君，这是把太后置在火炉上了。左相打算如何？大王知道吗？大王年纪还轻，知道了又能怎样？我即刻进宫备撵。这么说，你也知道了？没有不透风的墙。那你说说，该怎么办？冉帝也不知道。难道你认为我不应该有这个孩子？姐姐，你是太后，是孩子的母亲，你想保住这个孩子，谁也拦不住你。他们虽拦不住我，但他们会在朝堂内外鼓噪，搅乱人心，说我为嬴氏家族抹黑。太后，出离子求见。你去吧。你去告诉出离子，说我身体有恙，3日后朝堂上见。是。冉帝，你去帮我把雍大人请来。大人请回报。太后说，3日后朝堂再见。3日后？到时候恐怕什么都晚了。如今此事已经闹得满城风雨，如果处理不妥，3日后大潮，恐怕群臣会把宣誓殿给掀翻的。太后有所不知，此事如今已经是街头巷尾，人尽皆知，想瞒都瞒不住了。我并非想要隐瞒。雍大人放心，这宣誓殿翻不了。可此事的确难办呐。若不是难事，我怎会找你？虽说世人都言智如初理，但我心里明白，雍大人也是我朝中的极致高人。可惜张子不在，处理这等事宜，需张子那样的极致辩才才行。
张子虽不在了，但还有你雍大人呢。放眼看去，满朝文武唯一可以放心托付的人，那就是你了。谢谢太后信任，雍瑞将殚精竭虑，尽力不负太后众望。其实还有一人，雍大人或许可以与他商议此事。当真？大人，黄公子到了。哦，快请。是。哈哈，子歇，雍大人啊，快请坐。雍大人，这似乎是在做学问。啊，是啊，在做一场自古至今都没人能做得通的大学问。看来太后为难雍大人了。太后不仅为难我，而且让我找你商议此事，这岂不是要为难你了吗？照我看，这个时候最不该向你提及此事。雍大人不必这么说。太后让你找我来，是因为她早就把我当至亲了。我们之间坦荡相对，毫无隐瞒。这么说，子歇已知此事？街谈巷议，路人皆知。好，那子歇你说，太后坚持要生下这个孩儿，那孩儿既有母就得有父，但明日朝堂之上，太后绝不会向众人提及孩儿的父亲，这该如何是好？那就让这个孩儿没有父亲。我翻遍所有典籍，自古往今，这事儿说不通啊！怎么说不通？周人的始祖是怎么来的？不是天生玄鸟，降而生商吗？既然周人的始祖出生是因为他的母亲吞了个鸟卵，那没有父亲是在情理之中的。赵大夫，那事儿听说了？轻声，切莫张扬。哼，你还想为他遮丑？出了这事，谁人不知啊？哎，丢人呐！出了这种事儿，让我们怎么面对祖母？哎，怎么面对大秦的列祖列宗啊？今日我要冒死向太后谏言。是啊，为人臣者，无死战，稳死谏，当在此时。唐大人，雍大人，雍大人，黄大人，各位大人，雍大人啊，郑大人，张大人，啊，各位卿大夫，该上朝了。走吧，上朝。走了。好了，上朝便是。对，您请。太后大王到。臣拜见太后，拜见大王。诸卿免礼。听说今日上朝之前很是热闹，诸位卿大夫似乎都在议论纷纷，可否告诉朕，你们都说了些什么？司马将军，
哦，你们对朕无可奉告？那朕倒是有件重要的事，要告诉诸位卿大夫。不知太后有何事相告？朕有一件大事，要告诉诸位卿大夫。朕有喜了！哎呦，这种事情简直太荒谬了！这怎么可能啊？怎么会有这样的事啊？这种道理啊，你说这怎么通啊？感恩太后，这喜从何来呀？朕是大秦太后，怀的自然是嬴氏之后啊。太后此言实在是荒唐啊！